为了搞懂中外超市的核心差异，我们团队用1年的时间走遍了国内20座城市的60家主流超市，以及海外8个国家12座城市的40家本地头部超市。我们的团队穿行于上海的生鲜市集、东京的精密便利店、德国郊外的仓储巨无霸、美国社区的有机超市，实地探访了超过100家中外超市。从货架陈列、食材供应链到定价策略，逐一拆解对比后，3个颠覆大众固有认知的细节浮出水面，彻底刷新了我们对中外超市的理解。我们本以为会看到老生常谈的规模差异或价格对比，然而当数据与体验叠加，3个先被提及却足以颠覆普通人购物观的细节浮出水面。最大的信息差不在价格，而在时间刻度。中国超市售卖当下，欧美超市预售未来。在中国超市买一条鱼，师傅问的是现在吃还是待会儿吃，这决定了处理的精细程度。熟食区的招牌是现炒现蒸，促销标签强调今日在欧美超市。牛奶、面包的标签上最佳食用日期 Best Before， 字体巨大且醒目。大量商品是预制和预配制的，切好的沙拉组合、腌好的牛排，按食谱搭配好的食材包。这背后是2种生活节奏的默认值。中式模式默认你即时烹饪，新鲜是最高优先级，时间单位是小时。西式模式默认你计划性采购，便利和可计划性是核心，时间单位是周。他们卖的不是食材，而是为你省下的未来时间。最深的安全感来源截然相反，中国超市用透明建立信任，欧美超市用系统背书安全。在中国超市，安全感来自眼见为实和人的监督。活鱼在油，蔬菜带泥，面点师傅在玻璃后操作。如果有问题，你可以找到负责人。许多超市设立食品安全公示栏，直播后厨。在欧美超市，安全感来自标签体系和流程信任。你看不到过程，但商品上密布着各种认证徽章，有机认证、公平贸易、非转基因、动物福利等级。你信任的不是某个店员，而是背后一整套苛刻的认证和监管系统。中式信任是人格化的，建立在现场交互和感官验证上。西式信任是系统化的，建立在抽象标准和契约精神上。一个怕不新鲜，一个怕不合规。最激烈的战场不在货架，而在你手机的最后1厘米。中国超市争夺你的注意力，外国超市计算你的路径效率。在中国超市，无论是传统商超还是盒马这类新零售，你的手机是交互中心，扫码查溯源、领优惠券、玩小游戏换折扣、现场下单配送。促销信息通过 APP 推送精准轰炸，他们在线上营造集市般的丰富和热闹，让你逛手机如同逛超市。在欧美超市，你的手机更多是效率工具 APP 的核心功能是生成购物清单、导航商品位置、提供精确的货架号、通道号、扫描结账。如塔吉特 Target 的 Drive Up 服务，让你在线下单，员工直接将商品装入你停好的后备箱，全程不下车。数字化在中式超市是体验的延伸和流量的入口，旨在创造更多消费可能。在西式超市，则是成本的优化和流程的简化，旨在减少你购物中的一切摩擦。一个想让你多留一会儿，一个想让你快进快出。外国超市的精致包装，竟是新鲜度的隐形杀手。在大众认知里，外国超市的食材包装精致，摆放整齐，似乎代表着更高的新鲜标准。但调研发现，这恰恰是容易被忽略的陷阱。我们统计了100家超市的食材周转数据，外国超市的预包装蔬菜平均周转周期为3到5天，而中国超市的散装称重蔬菜周转周期仅为1到2天。原因很简单，外国超市的预包装食材一旦封装完毕，除非临近保质期，否则不会轻易调价清仓，导致部分食材在包装内逐渐流失水分，失去鲜活感。而中国超市的散装蔬菜采用当日补货、当日清仓模式，傍晚时分常见的折价促销看似是卖剩的尾货，实则是保证次日新鲜度的必要手段。更关键的是，预包装食材的包装成本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。同等重量的青菜，预包装比散装平均贵23%。中国超市的烟火气藏着更精准的消费洞察，很多人觉得中国超市的烟火气是不规整的代名词，
而外国超市的标准化才是现代零售的典范。但调研100家超市的消费数据后发现，中国超市的烟火气设计其实是对国人消费习惯的深度适配。比如，中国超市普遍设置的散装称重区、限制熟食区、调料专区，精准匹配了国人少量多次买、现买现做的饮食节奏。我们发现，国内超市的熟食区日均销量是外国超市的3.2倍，散装调料的 SKU 商品种类是外国超市的4倍。反观外国超市，虽然标准化程度高，但食材品类更适配西式饮食，对中式烹饪的支撑严重不足。比如很难找到适合做川菜的郫县豆瓣，适合做饺子的中筋面粉也多为进口高价款。这种标准化本质上是对本土消费需求的水土不服。进口商品在中国超市买可能更便宜，一个颠覆认知的结论。同等规格的进口商品，在中国超市的售价平均比外国超市低15%、-20%。我们以常见的进口牛奶、巧克力、红酒为例，在100家超市的抽样对比中，某知名品牌进口牛奶在国内超市的单价为每升12.8元，而在其本土超市的单价折合成人民币为每升15.6元。某进口巧克力在国内超市售价每块28元，在海外超市折后仍需每块35元。核心原因在于中国超市的供应链优势。一方面，国内大型超市集团通过集中采购、长期战略合作，大幅降低了进口商品的关税和物流成本。另一方面，海外超市的进口商品多为本土溢价款，针对本地消费者的定价策略本身就偏高，这彻底打破了进口商品在国外买更便宜的固有认知。中外超市 battle 5个回合，看懂谁更懂你的为何钱包。当外国超市的精致标准化遇上中国超市的烟火本土化，到底谁更适配国人的饮食需求？谁更能帮你省钱？我们用5个核心回合的 battle 一次性说清楚。食材新鲜度，中国超市盛适配现买现做，需求食材周转速度，保鲜方式对国人饮食的适配度。外国超市主打预包装保鲜，食材从采摘到上架的周期较长，但包装干净整洁。中国超市以散装称重为主，蔬菜肉类多为当日配送。当日清仓，部分超市还设置了鲜活水产区，可现场宰杀处理。对于习惯每日买菜现做现吃的国人来说，中国超市的新鲜度更贴合需求。调研显示，78%的消费者认为中国超市的蔬菜更有鲜活感。本土化食材适配，中国超市碾压胜，精准懂味。是否覆盖国人日常所需的特色食材调料？外国超市的食材品类以西式为主，常见牛排、沙拉菜、意面等中式食材仅占10%、-15%，且多为基础款。中国超市的中式食材占比超80%，不仅有各地时令蔬菜，如春笋、香椿、菱角，还有细分的中式调料，如各种酱类、香料、火锅底料，甚至有适配不同地域口味的预制菜，如南方的辣味、北方的饺子、四川的冒菜。中国超市完全碾压。对于国人的胃，外国超市的适配度严重不足。性价比分场景胜负，精准适配钱包，日常食材单价，促销模式对消费者钱包的友好度。外国超市的优势在于大宗商品如进口零食、日化用品的长期折扣，会员体系完善。中国超市的优势在于日常食材、蔬菜、肉类、蛋类的单价更低，且高频推出满减、折价、促销，尤其是傍晚的清仓活动，性价比极高。买日常食材选中国超市更省钱，买进口日化选外国超市更划算。预制菜非半成品，中国超市胜懂国人的便捷需求。预制菜的品类口味是否适配国人口味？外国超市的预制菜多为西式餐食，如披萨、意面、烤鸡，口味单一。中国超市的预制菜覆盖全品类中式餐食，从家常的宫保鸡丁、鱼香肉丝，到节日限定的粽子、月饼，再到地方特色的小笼包、肠粉，甚至有适配上班族的1人食套餐，加热即可食用。中国超市更懂国人的便捷饮食需求，预制菜的丰富度和口味适配度均远超外国超市。消费体验各有胜负，看个人偏好、购物环境、服务体验的舒适度。
外国超市的优势在于购物环境宽敞整洁，货架陈列规整，自助收银设备完善，排队时间短。中国超市的优势在于服务更贴心，如免费杀鱼、切块、称重。部分超市还提供送货上门服务，且充满烟火气的氛围更有生活感。喜欢安静高效购物，选外国超市；喜欢有生活感、需要贴心服务，选中国超市。中国超市更懂国人的胃和钱包，外国超市胜在标准化体验。如果是为了满足日常饮食需求，追求性价比，中国超市无疑是更优选择。如果是想体验西式购物，购买进口日化用品，外国超市可作为补充。这场 battle 没有绝对的胜负，但从民生核心需求来看，中国超市显然更懂国人。我们选择的是一种生活的默认设置。这100家超市告诉我们，差异的根源在于社会为如何好好生活设定的默认参数不同。当我们为活鱼的生猛而驻足，我们选择的是一种亲力亲为、注重当下感受的生活质感。当我们拿起一盒标准化的竞菜，我们选择的是将时间规划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从容超市，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生活剧场。下次当你推起购物车，不妨问问自己，今天你想上演哪一出生活剧？是充满即兴发挥的中式烟火篇章，还是严谨高效的西式效率剧本？看清这些细节，或许能让我们在琳琅满目的货架前做出更清醒，也更忠于内心的选择。关注我们，保证你是想 get 更多中外消费对比的硬核干货、超市省钱秘籍，还有精准避坑指南，千万别错过。关注我们，后续还会带来超多深度调研内容，帮你轻松搞定日常消费，聪明花钱不踩雷。